这谢家100年家业，世代守口，当初也算是开国的功臣，怎么眨眼之间就被抄了家呀？谢氏财大气粗，贪的可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该杀！该杀！干杀！还害死太子，意图谋反，奸臣呐！该杀！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抄家？景云，大哥以后护不了你了，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一定要相信宋广泽。哥，景云，走！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哥，放开我！娘，儿子今日成了燕国最年轻的首辅。您看我这身官袍，这首辅也是你舅舅的职务，你到底干了些什么？母亲别动怒，儿子只不过略施小计，让太子死在了舅舅的府中，然后又送了舅舅一顶贪污的帽子。宋广泽，你为什么要害你舅舅？若没有你舅舅，你只不过是我从街边捡来的弃儿。姐姐，我的阿泽可不是什么弃儿，他是我和千哥哥的儿子。千哥哥，你不是20年前死在西关战场了吗？是人是鬼啊你！千哥哥正因为爱我，当年并没有上战场，所以躲过了那场劫难，与我生下了阿泽。阿泽，是你们的孩子？景云呐，你自打嫁入我们宋家，就一直守寡，这膝下也没个孩子，这是老天垂怜你呀！这不，孩子就在你面前了，你不如把他收下，让他叫你一声娘。你看这孩子跟你的夫君宋谦长得多像啊，这就是缘分。宋谦，20年前西关战场，侯府男丁全族覆灭，我为你守了活20年的寡，你居然和这个荡妇一直在外逍遥快活，还让我以嫡长子的身份收养你们的逆子，你们这群骗子！骗子！谢锦云，你霸占我正妻的位置20年，现在该还给婉儿了。你想干什么？住手！万岁若惊那梦这一场，纵愿长剑之死不能。快走！因为看透心，泪在梦境时突然的彷徨。是我谁懂我愿带着风霜，挥墨剑光。天若有情，你我来生。锦云呐，你看这孩子跟倩儿长得多像啊，你把他当你的亲儿子呀，多好。是啊，锦云，这么小的孩子一路从西关乞讨过来，真是可怜啊。夫人，您就发发善心，可怜可怜这孩子吧。夫人，求求您收留我吧，我长大后一定好好孝敬夫人。我这是重生了。锦云，你看这孩子跪着多可怜，倒是说句话呀。宋广泽，姐姐，我的阿泽可不是什么乞丐，他是我和千哥哥的儿子。原来秦氏你们全家一起算计我，逼我收养这个白眼狼为嫡长子，还让我归为首府的大哥，一路扶持他的前途。这一世，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宋家欠我的，我谢景云通通都要拿回来。那你的父母去哪儿了？阿泽，你去了侯府，就说自己父母双亡，只要讨得夫人欢心，收你做嫡长子，
娘总有出头的那一天。夫人，我爹娘在路途中病死了，我是一路乞讨到这里。一路乞讨过来，还能把自己养得这么白白胖胖的，看来是个有福气的孩子。锦云，那你以后就留在侯府当个下人，这样你就不用再忍冻挨饿、风餐露宿。怎么？难道你宁愿行讨，也不愿当个下人？哎呦，景云呐，你的马车既然撞了人家，那你理应善待人家呀！你怎么能让孩子当下人？那依祖母的意思，是希望景云如何是好？你祖母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把这孩子收做嫡子养着多好呀！此事非同儿戏，若要收做嫡子，需找二婶来一同商议。哎呦，锦云呐，你找你二婶做什么？咱们自己的事情商量不好吗？我记得二婶心下有个孙子，若是让他知道老夫人要将路上捡来的小乞儿去做我的嫡子，将来争夺家业，只怕侯府可有一任吗？哟，娘，这是有什么事儿不想叫我知道，还得关起门来跟锦云商量。卫士，你来干什么？这不是听说锦云在街上捡了个孩子，特来瞧瞧。二婶，祖母正在和我谈起这孩子的去向。我想他无父无母，又念我身心搭救，却愿意留在我身边伺候我。回头我让人去官府弄张卖身契了，就让他留在侯府干点杂活吧。哎呀，我看可行。瞧这孩子，倒是与我那死去的侄儿宋谦有6、7分相似，也是缘分呐。卫士这个蠢货，老是拐了这么大个弯，把我曾孙接回来，可不是为了让孩子当下人。哎，静云呐，你自打嫁入我们宋家，就一直守寡，这膝下也没个孩子。你看这老天真是垂怜你呀！这不，孩子就到你跟前了，你不如把他收下，让他叫你一声娘，多好。娘，这满燕京谁不知道锦云的娘家谢家是名门望族，祖上出了好几位首辅，谢家子弟大都在朝为官。这谢家声势庞大，人脉阔绰，你让一个来路不明的野孩子做我侄媳妇的嫡子，那还不如让我们折颜过继给侄媳妇，我们折颜才是我们宋家的血脉啊！那能比吗？泽儿是我的亲曾孙，折颜他是庶出。卫士，你少在那跟我多嘴，你给我闭嘴！祖母，咱们宋家并非后继无人，回头等折颜长大了，就把咱们侯府所有的产业交在折颜手里。倘若此时我再收个继子回来，岂不是惹些纠纷？我怕回头会家宅不宁吗？就是啊，这要不是我们谦儿7年前就战死了，乔娘这态度，我还以为是谦儿的私生子回来继承家业。哟，娘，你可慢着点儿。祖母，什么是私生子呀？这私生子啊，就是那种背着自家夫人在外面和野女人无媒苟合生的孩子，就叫私生子。看来今日不能再议此事，万一让锦云看出端倪，反倒不明。等过几日，我打发了卫士，再将此事与锦云细说。好了，既然如此，我看这孩子也面善，我就暂且把他收到院内。我累了，你们先退下吧。走吧。啊，李妈，孩子安置妥了吗？都安置妥了，小公子可是听话了。我这曾孙子在外面流浪这么多年，肯定是吃了不少苦啊。要不是梁满那个小贱人教唆谦儿做逃兵，又瞒着我们宋家偷偷生下孩子，我们侯府何至于如此被动呢？
这谢家在朝廷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世家，此事万万不可让夫人和谢家人知道，否则咱们侯府就完了。对。对了，李妈，你赶紧上箱子里把那银票拿出来。明日一早，我得去找千儿商量对策。是，老奴这就去。快去！哎。这玉佩应该在我救命恩人手中，竟不是宋谦吗？我认错恩人了。那个男人究竟是谁啊？去哪儿找他？夫人，您刚让我去看老夫人在干什么，老夫人就出门了。看来老夫人这么迫不及待。走，我们也去。花溪，替我备车，切记此行不可让府里其他人看到。是，奴婢这就去办。夫人，那不是世子吗？他旁边的女人是谁？怎么还有孩子啊？枉我活过一世，竟不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女儿。祖母，您怎么来了？事情还顺利吗？别提了，景云不愿意收养那孩子，这件事有点麻烦。哎呀，你们不能老窝在这里呀！万一哪日被人发现你做了逃兵，那我们侯府就完了。不过祖母已经替你考虑好，就说你在战场上受重伤失忆，就以此为借口跟祖母回府。谦哥哥，那我呢？祖母，我要带婉儿一块回去，就说婉儿是我的救命恩人，还要抬婉儿为平妻，然后还要抬婉儿为平妻。你糊涂啊！你以为谢家会让你这么做吗？老夫人要是实在为难，婉儿就带子娟走，阿泽就交给谦哥哥了。希望谦哥哥好好带阿泽。起来。祖母，您若是不依孙儿，孙儿就跟婉儿远走高飞，您就当孙儿已经跟爹爹在秦面前战死了。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谦哥哥果然是爱我的，宋老夫人这个老东西，要是不把我带回去，谦哥哥绝对不会跟他回府。老夫人您别动怒，眼下也只能这么办了，再拖下去，节外生枝可就不好了。娘，那我呢？你们这是在打人家谢家的脸。为了大局，所以你的女儿不能继续跟在你的身边了。我会找个娘家的亲戚，帮你安排她的去路。祖母，就夫人，世子当年竟然没有上战场，还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和孩子，奴婢这就回谢家，告诉几位公子，让公子们给夫人做主。不可，你没听他们说，都已经想好对策。失忆，奴婢是夫人从娘家带过来的人，自然见不得他们这样白白欺负夫人。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有了对策。这段时间，你去留意留意那个外室的女儿，看看老夫人准备把她安排到哪。夫人的意思是，如果宋谦真的敢把那个外室带回府，我就送他们一份大礼。什么人啊？姑爷，世子回来了！世子回来了！世子回来了！夫人，世子爷回来了。宋谦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么着急干什么？就不能小点声吗？好了，先扶我更衣吧。是。这是怎么了？世子回来怎么还不开心？家
你终于回来了。娘，苏木，娘，锦云来了。他就是谢家千哥哥的正妻。你来的正好，那真是苍天有眼呐，让我的孙儿在战场上捡回来一条性命，才好回来与我们团聚。祖母，这位是？啊，这位是梁姑娘，是我倩儿的救命恩人。夫人好。啊，要是没有她，那我倩儿就……这战场上刀剑无眼，不知梁姑娘这么一位瘦弱的女子，是如何从战场上将我夫君救回的？我是头部受伤，不慎跌入河中。梁姑娘家就在那附近，见了将我捞起，好生照料，这才……哦，那不知夫君跌落的是哪条河流？咱们侯府也好派人前去找找，兴许还能找到同夫君一样跌入此河又被救回的宋氏子弟呢。当年战况混乱，我又受伤那么严重，这些细节我哪记得起啊？哎呦，好了好了，这倩儿啊，千里迢迢赶回家，这舟车劳顿的，要是有什么话，等倩儿休息休息再说也不迟啊！啊，哎呀，锦云呐，快扶你夫君回屋休息。宋谦啊，宋谦，你当了逃兵，就得撒一个又一个的谎来掩盖当年的真相。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夫人，老夫人有事找你。其实豆蔻是老夫人安排在我府里监视我的，不过人都为了利益驱使，我能给他的比老夫人更多。希望他是个明白人。豆蔻，我记得你从小就在宋府，是世子的通房，自然与其他丫鬟不同啊。豆蔻可不敢妄想，没什么妄想不妄想的，只是世子又带回来一个女人，我就是想帮你谋个名分，也难了。连老夫人都没有开过这个口，难道夫人想开我做妾？豆蔻，你是个聪明人，这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也没关系，慢慢想。行了，我去见老夫人了。不知祖母找我何事？锦云，你夫君回府那可是件大事，咱们侯府要举办一个家宴，我要给我的谦儿好好接风洗尘。锦云，梁姑娘舍命救我，我因伤失忆，与她生活在一起多年，所以我想……所以你想抬她做平妻，和我一起打理侯府？正巧今日我把账本也带来了，这里面有一笔极大的支出，不知用在了何处。要不梁姑娘帮我看看？这可不行，那笔钱可是拿去补贴倩儿的，要是查出来叫锦云发现倩儿没上战场当了逃兵，那侯府就完了。哎呦，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会抬梁姑娘做平妻呢？祖母，你闭嘴！景云呐，你把那账本给祖母，祖母帮你查，你去准备家宴的事儿啊。阿西，该送的请柬都送出去了。都送出去了，可奴婢还是不明白，世子都那样对您了，为什么您还要费心费力的置办这场家宴？大爷姓刘，谢家是百年世家，我是氏族贵女，场面上的东西不能让人画饼。不过侯府马上就要惹来一场大风波，三弟呀，姓张，拿去给那个说书先生，让他按戏里的故事去讲，一边10两，这是100两，先讲上10天。奴婢明白了。啊，对了，再去帮我买一些我常爱的糕点。是，奴婢这就去办。来，大家伙听我说，上回书说到，
这宋谦假死脱身，回到家中却做了那好心人。是啊，没听过这个叫。打死他！打死他！哎，你们两个不要误撞了我家夫人的马车。兄弟，抱歉，这该死的东西偷我家包子逃到此处，我俩现在就抓他去见官。叫你逃！太子殿下，夫人都办妥了，这是你要的糕点。就是，太子殿下被宋公子害死在兄长府中，而后梁王大作文章，置我谢家于死地。这时，我必须想办法拉拢太子，才好与宋家人相抗。过来。就这么办，去吧。哎，我们夫人说了，谁都有个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包子钱，你们夫人替他出了，你们就别打他了。小子，今儿个算你运气好，下次要再让我发现你偷东西，我打断你的狗腿！呸！走！呸！夫人赏你的，拿着吃吧。主子，主子，已经查清楚了，前几日与我们接头的是皇太后的人，我们要不要和皇太后见一见？暂时不用，我已经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去哪？永宁。夫人都打听清楚了，世子的那个私生女本来被送给了一家屠户，刚好那屠户被野猪给拱了，急需要用钱买药，就把那孩子给卖了。现在那孩子正在牙婆手中，把牙婆带上来。是。夫人，这几个丫头都是机灵的，若您喜欢，就挑上一两个，留在府里伺候您。多好看的小丫头，只可惜被亲娘抛弃了，真可怜。我娘不会不要我吧？她若还要你，你便不会出现在我的府上。刚好我院里还差一个刷公品的丫头，就她吧。是，赶快谢谢夫人啊！哎呦，老夫人，大事不好了！怎么了？这是这么大岁数了还毛毛躁躁？有老夫人呀，老奴今天上街采买，听了说书的先生讲个故事。这故事啊，和咱们世子的境况分毫不差。又说是世子是个逃兵，还拿着夫人的钱去养万氏和私生子。听书的人还蛮多的。这到最后呀，更不得了了。说是呀，世子一大家子人欺负夫人，逼着夫人收养那个私生子。这听客们都义愤填膺的，都开始骂起来了。这个说书的竟敢这么编排！过几天就是我们侯府的家宴，这件事要是传到谢家人的耳朵里，他们定会怀疑泽儿的身世。不行，你现在就去找那个说书先生，多给他银子，让他给我闭嘴！快去！老奴这就去办。里面请。大哥，你来了，请。你们请。大哥问你，街上那个说书先生讲的故事，你听说了没有？没有。这人多眼杂，大哥长话短说。宋清此次回来有大问题。大哥何出此言？宋清有次鬼鬼祟祟的出入会馆，与神秘人相见，肯定有问题。大哥今天试他一试。景云，多年不见，你还好吗？婉婉，好久不见。
你，是你。哦，夫人见过在下。这不是梁府仪的请柬吗？没错，梁府仪正是在下的师傅。师傅这些日子回家省亲去了，于是便让在下来代为参加夫人的宴会。哦，对了，在下也姓梁。他就是上一世那个人吗？不会只是面具相似？那既然这样，梁大夫里面就坐，回头代我向梁府仪问好。一定。请。请。锦云，这梁府仪的徒弟怎么这么奇怪？婉婉，你大哥今日身体如何？还是老样子。当年萧家全家随永宁侯府征战沙场，我大哥是为数不多活着回来的，但是中毒太深了，双腿始终无法站起，连武功都废了。主子，咱们本来正愁着怎么联系萧家人，这不是碰上好事。这几日呢，叔叔先生讲的故事，好久不见。说有位侯爵世家的世子当了逃兵，后来假借失意之名回得府中，还带了一名外室，与之苟合，最后竟做出宠妾灭妻之举，是吗？哎呀，我听到的版本是那个世子要把外室娶回来当继妻，还要把私生子扶正。至于他家夫人听说被害死了。越说越邪乎。这故事好像是在说永宁侯府的事。你们快看，那女人好像可就是。诸位，7年前西关一战，我本以为我夫君必死无疑，没想到老天待我不薄，又将我夫君送还回来。今日锦云设宴，感谢梁姑娘救我家夫君一命。小妹，你等一等。宋谦，我请问，当年西关战场只有一条大漠河，河流湍急，梁姑娘是如何以一介女流之身救你于危难呢？是捞尸人捞起了我的身体，梁姑娘只是他的女儿。我在西关倒是认识不少捞尸人，妹夫不妨说说那人究竟是谁，我谢家也好给人家送上一份大礼。他早就已经去世了，我是为了报恩才带梁姑娘回燕京的。是吗？那你们将他埋在何处了呀？我三弟刚还要去西关经商，正好去祭拜一番。谢公子有所不知，我爹他遭遇了狼群。世子，你这漏洞百出的，当真是失忆，又被梁姑娘所救？世子你不会真的像说书的那样，要在夫人的面前抬梁姑娘为平妻吧？人都带回来了，不当平妻还能怎么处理？7年了，孩子应该都有。夫君，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夫人，梁府仪，快来替我们家夫人诊诊脉吧。老夫人这事儿你们永宁侯府做的不地道啊！就是，这当初传来战报，世子战死了，谢家嫡女感其忠贞，抱着世子的牌位嫁进你们侯府，这怎么世子一回来就要另娶了呢？怎么可能？你们少在那瞎编排！我是不会抬梁姑娘做平妻的。我们只是为了报答她的救命之恩。老身正要把梁姑娘认作我的孙女，我准备把她当侯府的嫡出姑娘来养着。是这样的，我也是要将梁姑娘认作女儿的。这是哪来的？就是后面那几个是宋家旁系的孩子，前面跑过来那2个我没见过。爹娘，你们说我来了侯府，夫人就会收我做嫡子，可他们都欺负我，还让姐姐刷风筒。这孩子叫世子为爹，那他娘呢？该不会就是边上站着的那个女人吧？还说7年前战死了，这刚一回来孩子都这么大。夫君，他是你的孩子？
爹，你快说呀，快说呀！爹，你快说呀，快说呀！够了！阿泽，我带你们回来是因为你娘救过我的命，你爹早就已经死在了西关。侯府会认你娘做女儿，所以你要叫我舅舅。啊，诸位，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孩子太小不懂事，让诸位见笑了。可是夫君，几日前这孩子倒在我的马车前，说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怎么今日倒成了梁姑娘的儿子了？因为我们在回京的路上，我跟梁姑娘感染重症，几乎死去，所以阿泽才会认为我们已经去世了。好了，锦云，你看倩儿刚刚回家，那些说书先生编的故事只是巧合罢了。对，我们侯府这家大业大，树敌也很多，难免有些心术不正之人在那儿散播谣言，挑拨离间。这个宋谦还真是沉得住气，看来我先前小瞧了他。但今日一闹，他再想抬2碗做平妻是绝无可能。来日方长，前世的仇，咱们一笔一笔算。既如此，紫娟，你还是回后庭继续刷公桶吧。你哭什么哭啊？你还嫌惹的事不大呀？啊，老夫人，你当初不是说把紫娟送到你娘家那里吗？现如今我的女儿怎么被当做婢子买进来了？我怎么知道啊？啊，这个小贱蹄子竟敢教唆泽儿在宴会上当众打闹，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怎么教育的？祖母，此事是个意外，婉儿跟着我已经吃了很多苦，您就别再责怪她了。夫人脉象平稳，只是这一晕，想让在下如何解释？他这么问，难道说他真的早就认识我了？这说书先生的故事讲的未免太巧合了，我听了之后难免心有余悸，心力憔悴，就请梁大夫帮我开一张安神舒心的方子。好，那便依夫人所言。梁大夫，我能否问一句，你这个面具从何而来？你这个面具从何而来？夫人所言，似乎在探寻故人。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挺特别的，所以是想看看人是否也特别。夫人，您的茶。花溪姐姐，最近感觉夫人有些不太对劲儿，这世子爷回来怎么也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好姐姐，你能跟我说说这是为什么吗？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就是感觉梁姑娘和世子爷的关系有些奇怪。豆蔻这个小蹄子果然不是个安分的。夫人说的没错，她之前是世子的同房丫头，肯定也觊觎着妾室的名分。就凭这一点，倒不如把她拉拢过来，为夫人所用。这我哪能知道啊？不过梁姑娘确实如花似玉的容貌，还救了世子，他们的关系谁又说得好呢？哎，
老夫人不是经常有事找你吗？你近水楼台的，去听一耳朵不就清楚了？多谢姐姐提点。哎，对了，姐姐，夫人那日的话，豆蔻都记下了，请你帮我转告夫人，豆蔻愿意追随夫人。江哥哥，老天真不公平，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知道这样安排啊，对你确实有些委屈。不过你放心，来日方长，我们最起码还是厮守在一处的。可是我还是担心，阿泽已经到了该读书的年纪，可是我还没有能力为他找一个好的老师。你放心，阿泽的前程我自有打算。夜深天凉，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千哥哥，我一定会想办法做你名正言顺的妻子。走吧。这个女人果然不干净，不过一个捞尸人的女人也敢勾引誓死，我豆蔻不会让你好过的。哼！救命啊！婉儿，你怎么了？救命啊！千哥哥，快救我！怎么了这是？大清早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这大白天的屋里能有什么呢？能吃了你不成？这么叫人省心。娘，华西，外面什么声音？吵吵闹闹的。奴婢听说啊，是今日梁姑娘一醒来，就发现自己床上爬满了癞蛤蟆，那蛤蟆一蹦啊，全扑到她脸上了。这好端端的屋子里怎么会有癞蛤蟆？这不刚好应了他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谢景渊，是不是你干的？夫君这一大早风风火火的闯入我的寝室，连事情都没讲清楚，就问是不是我干的？梁姑娘房中的癞蛤蟆是不是你派人放的？婉儿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如此狠毒？夫君这话真是可笑，侯府里谁人不知？昨夜我劳心成疾，就连梁府医都让我好好休息，我哪有精力去派人伤害你的梁姑娘？再者，夫君这一口一个婉儿叫的，是不是太亲密了？难不成那说书的先生讲的都是真的？再说了，我听说昨夜夫君和梁姑娘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续了好久的话。不行，我刚恢复，做的太招摇，确实容易引起怀疑。我得先稳住谢景渊，才能让他心甘情愿为我铺平今后的道路。景渊，刚才是我说重了些，你别往心里去。主要是祖母也因此事摔了一跤。哎呦，那是该好好查查。世子先回去吧，我查清楚了会找你的。谢景渊，你赶我走，有什么问题吗？我当初是捧着世子的牌位进的侯府，世子突然起死回生，真让我措手不及。咱俩之间还是相互客气点吧。好，好，我这就走。豆蔻，你过来。癞蛤蟆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夫人，奴婢觉得世子和那梁姑娘搂搂抱抱在一起，对不起夫人，所以这才……他们二人的关系，你以为老夫人不知道吗？以后做事之前不要这么鲁莽，做事之前要先告诉我。是，谢谢夫人。走吧，我们也去看看夫人。不知道梁婉又因此事闹出什么样的风波。唐山小心！喂，你这小孩干什么？差点撞倒了夫人！一定是你陷害娘亲，让她被癞蛤蟆吓到。
一个连爹都不知道死在哪儿的野孩子，还敢顶撞我们侯府夫人？谁教你这么说话的？二婶，这不是听说老夫人摔倒了吗？特地带折颜过来看看，谁想到碰见你这个小兔崽子在这作妖。二婶，不必与他一般见识，不过是没教养。还是我们折颜最乖，知道心疼堂婶。堂婶打算送你去咱们燕京最好的私塾读书，等你长大了，定是咱们侯府的希望。谢谢堂婶。你好。祖母，景云听说慈松堂出了场意外，我和二婶特地来看望你。哼，亏我这身子骨还算硬朗。老夫人，你有所不知，刚刚阿泽告诉我房里的癞蛤就是夫人所为，好吓坏老夫人，是您对我不满，好坏了阿泽的前程。梁姑娘这话实在是可笑，我不知道你这寡妇的宝贝儿子能有什么锦绣前程。是你说要带着折颜去最好的私塾，而我却没有，你就是看不起我和娘亲。谢景元，你怎么又在欺负我外甥？夫君，此话何意？孩子都哭了，就算我早上对你说的话有些重，你怎么跑过来跟一个孩子过不去？堂婶是来见曾祖母的，是她忽然跑出来要撞倒堂婶，堂婶都没跟她计较，她还嫉妒堂婶让我去上私塾，还跑来曾祖母面前哭闹告状，胡说八道！你个死了爹的小野种，还敢欺负我们侯府唯一的血脉，反了天了你！行了，这到我这就吵吵闹闹的，你们想气死我不成？祖母，梁姑娘刚跟我回府，她就受了这么大的欺负。你给我闭嘴！我这一大早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数落人家景云，那景云还不委屈吗？啊！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老夫人还能想起来维护我。来，到曾祖母这儿来。曾祖母跟你说呀，癞蛤蟆那件事，它是个意外。如果你还想上好的私塾，那你就赶紧给你舅母道个歉。原来在这儿等着，老夫人可真是打得一副好算盘。阿泽，你去吧，娘没有关系，你去跟夫人道歉，夫人才能保住你的前程。夫人对不起。想要好的前程才来道歉啊？谢景元，你别……谁让我心地善良呢？你放心，我呢，定会给你一个好前程。慢点儿，景云，不是二婶说，我看千儿和那梁姑娘确实有点不太对劲儿。你难道真要为那孩子做打算啊？二婶说笑了不是？我与他非亲非故，他又性子恶劣，哪有我们折颜乖啊？我打算今日回娘家一趟，找我大哥要一个广文堂的入学名单。太好了，景云啊！我正为折颜上学的事发愁呢，这下好了。折颜，你堂婶对你这么好，以后长大了可要好好孝敬你堂婶。堂婶亲切和善，折颜喜欢堂婶，就算不长大也会对堂婶好的。你们几个蠢货啊！千儿刚刚回府，根基未稳，金银操持侯府多年，人家谢家也是大有人脉，你们两个可哪还有什么好处？老夫行了，少在我跟前，我可警告你，想让泽儿好，还得仰仗景云。只让我知道你为了这个狐狸精，让景云不高兴，毁了泽儿的前途。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老夫人，刚刚我看见夫人吩咐准备马车，说是要回娘家一趟。夫人这么快就替二太太的孙子做打算吗？钱哥哥，夫人此行一定是去安排折颜的前程，可是我们的阿泽还没有着落，你快想想办法呀！倩儿，锦云他大哥有广文堂的关系，那可是燕京最好的私塾，你快追上去，陪锦云一起回娘家，也好为泽儿求一个名额。快去！来，哎，锦云，等一等。夫君还有何事？我随你一块儿回娘家。锦云，你这次回娘家是不是为了折颜读书的事情？折颜是该到读书的年纪了。夫君有什么事吗？啊，那倒是没有，就是梁姑娘的儿子，怎么说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还叫我一声舅舅，能不能麻烦？我听明白了，还不知道梁姑娘的儿子叫什么呢？叫宋广泽，恰巧梁姑娘的丈夫也姓宋。那还真是巧。好，我知道。是梁王。夫君，你在看什么？啊，没什么。阿泽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我忽然看到个朋友需要去拜访一下。停车。大哥，小妹，你来了。我此次前来是想问大哥，能否拿到广文堂的入学名额？怎么，侯府是有孩子要去读书？嗯。你该不会是为了上次家宴中那个孩子吧？不是，是折颜。那就好。大哥看那个梁姑娘很是可疑，但宋谦终究是没露出什么破绽来，大哥也不好公然摘指他。不过你放心，大哥定然会好好查查此事。哦，对了，大哥，今日宋谦本要与我一同回谢府，突然说他要见一个什么朋友，就急匆匆下了马车。掀开帘子一看，他正在追赶一个神秘男子。太子找到了吗？还没有，您再多给我一些时间。蠢货！太子回燕京多时，正值夺嫡之际，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啊！梁王您息怒，太子虽然全无踪迹，但对您也构不成威胁。而且我妻子是谢家嫡女，到时候我全力拉拢谢家，让他支持你。你说他追赶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神秘人？锦云，近几日燕京不大太平，你暂时还是少出府为妙。要是有什么要事，就让下人来传话便是。大哥何出此言？太子在陈国为治10年，却在近几日回燕京的途中遭人刺杀，至今生死未卜。皇太后那边派出了不少势力寻找太子，一无所获。小妹，你怎么了？没事，大哥，我只是突然想到，咱们谢家在朝中局势一向中立，怎么大哥突然对太子殿下这么上心啊？谢家中立，是因为之前太子不在朝中，如今太子若能平安归来，我谢家自是支持，立地立场，以正朝纲。小妹不用担心，朝中之事就交由大哥处理便好。你将这封信交给折颜，让他后日来广文堂报道。广文堂规矩极严，切莫误了时辰，要不然就只能等来年了。那我替折颜多谢大哥了。哦，对了，太子殿下吉人自有天相，定会平安归来。折颜，这是广文堂的入学帖，明日呢需准时报到，要是迟到了，
就要等明年了。堂婶放心，我一定会准时的。走。哈泽，看到哲言手中的入学帖了吗？看到了。千哥哥，你季岁夫人回了娘家，为何只要到一个广文堂的入学名额？我临时有事没去成，但是谢锦云答应过我，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名额？今日我让阿泽随哲言一起去看看，可是那孩子鬼精得很，把帖子藏得好好的，定是夫人又跟他叮嘱什么。现如今二房太太总防着我，老夫人和大夫人也不待见我们，就连我们的女儿还在夫人的房里刷工头。千哥哥，我儿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你放心，再过些日子呀，我就让谢锦云办一场认亲宴，到时候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侯府嫡女，再让他给你拨一处院子，顺便再把娟儿要回来，放在你身边。千哥哥，你对我真好，但是现如今重要的是阿泽的前程。娘，今日我趁二太太不在，把哲言叫出来玩，她跟我说她对胡萝卜过敏。夫人，二房那边出事了，哲言少爷上吐下泻的，发了高烧。什么？请府医了吗？管家去请了，这会应该快到了。快扶我更衣，我得去看看。梁大夫，你快看看我孙儿吧，这孩子今日一直好好的，到了下午就呕吐，到了晚上就吐血了。二太太莫急，先让梁某来看看。梁大夫，哲言是什么症状啊？少爷是食了致敏之物，这才导致出现如此严重的症状，眼下的情形十分严重，诸位还是早做打算为好。什么？你说我们哲言会死？梁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哲言，救救我孙子！二太太莫急，梁某定当竭尽全力医治。梁大夫说哲言是过敏，你们究竟给小少爷吃了些什么？回禀夫人，昨日奴婢看见梁姑娘的儿子和小少爷玩来着，还给小少爷带了糕点。梁姑娘的儿子？就是这种糕点，小少爷还没吃完。能否让梁某看看？小少爷向来喜欢吃萝卜味的糕点。萝卜？我们哲言对萝卜过敏。二太太，听说哲言生病了，特意来看看。好你个不要脸的贱人！你激怒我们什么？哲言上广文堂，我们哲言二婶，二婶，老夫人，不好了！梁姑娘和二房打起来了。你说什么？啊！快去看看去！二婶，你在干什么？强，这事儿与你无关，你别管。二婶，梁大夫正在施针，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万不可耽误了哲言的病情。对，气昏头了我们出去说。今天我跟这个坏女人没完！卫士，你这是要反天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婆母吗？二房，梁姑娘再怎么说也是我儿的救命恩人，日后还是要认我做娘的。你这么做不是在打我的脸吗？祖母娘，你们应该问一问梁姑娘，她究竟做了什么？我冤枉，我只是想来看看哲言。你混账！你让你儿子跟
给我孙子吃胡萝卜糕点，害得他呕吐不止。梁大夫说，我这样很可能就没命了。用广文堂的名额，就让你这么嫉妒吗？二婶，梁姑娘又不知道折颜不能吃胡萝卜。卫士，你也太蛮横无理了。这常言说得好，不知者无罪嘛。不知者怎会唆使孩童行偷窃之事？二太太，经过时针，小少爷先已。太好了！不过，刚刚正当我出门时，却撞见这孩子在偷盗您的东西。在下虽然是一介府医，却也对偷盗之事所不齿。梁大夫，孩子还小，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太宽了？都说永宁侯府正气浩然，想不到这世子却是这般风气。你别忘了，你只是我永宁侯府的一个大夫。梁大夫说的是事实，夫君怎么能替梁姑娘遮掩？我哪有替梁姑娘遮掩了？再说了，遮颜生病了就不能去报道了，这不就浪费名额了吗？阿泽也是府里的孩子，让阿泽去怎么了？夫君说这话实在是可笑。若6年前夫君跟随老侯爷战死沙场，那折颜便是这侯府唯一的男丁，将来是要继承爵位，而他宋广泽不过是一介寡妇的孩子，能够留在侯府已经不错。夫君怎么百般替他遮掩？而且，夫君在众人面前屡次因为梁姑娘跟我这正妻难堪，难道夫君与梁姑娘早就暗中苟合，私相授受？谦儿，二婶本以为这事只与那贱人有关，难不成真与这小娼妇暗中苟合，谋害我孙儿的名额？你莫要胡说！你如果与这事无关，你就让开！今天非打死这个贱人！二婶，二婶，让你害我孙儿！二婶，是贱人！别打了！反了，反了！卫士，你给我住手！金云呐，你快劝劝你二婶。二婶，快拦住夫人！华西，夫人呢？夫人回御斐阁了，奴婢看见夫人头上全是血，想找梁府医给夫人看看。世子，就算您跟夫人闹矛盾了，也不能动手打人吧？梁大夫，夫人受伤了，您快随我去御斐阁给夫人处理伤口吧。好了，夫人。梁大夫，我的额头会留疤吗？夫人放心，待我回去以后，配些祛疤的膏药，再给您送来。多谢梁大夫了。只是，夫人想说什么，但说无妨。今日在二婶那，多谢梁大夫仗义直言。但你毕竟是侯府的府医，为了我和二婶得罪了宋谦，他以后可是要继承老侯爷爵位的。对于梁大夫来说，岂不是太算不上了？我看人一向不会差，只可惜老侯爷的家风和爵位，恐怕要断送在这世子身上了。是吗？夫人可认得在下？夫人可认得在下？夫人，世子说要来看望您。不见，就说我头受伤了，流了很多血，早就睡下了。是。夫人为何不见？为何要见？既然太子殿下已经回了延庆，为何不和皇太后的人取得联系，而是来我府上做一个小小的府医呢？只为一位故人。
倩儿，那锦云的伤怎么样了？梁大夫已经去看过，我不过就是失手伤了他，他还跟我置起气来，不让我进去。谢锦云，就算你是侯府夫人又如何？到头来，千哥哥不还得站在我？你个小狐妹子，你还有脸笑？要不是你教唆泽儿给那个泽言吃什么膏，又去偷什么帖子，这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吗？你呀，要能跟锦云生下个嫡子，还怕锦云不向着你？到时候我们再与谢家修好，那泽儿进广文堂，不就轻轻松松的事儿吗？是，倩儿知道了。那我今天亲自去一趟玉贝阁，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把我晾在外头。走。哎呦，母亲！哎呦！只为一位故人。对不起，是我来晚了。那个戴面具的人，居然就是太子殿下。可宋老泽不是说太子被他害死了吗？儿子只不过略施小计，让太子死在了舅舅的府中。太子现在暗示的如此明显，为什么就是不肯与我相认？夫人，李妈妈来了。她说老夫人为了来看您，把自己给摔着了。我就知道，这老太太不容我片刻安宁。祖母娘，景云呐，你看昨晚你在二婶那闹出这么大的祸事，那全是梁姑娘的错。不过她也是为了她儿子的前程，利欲熏心了。这件事儿全怪祖母，你一向是那么听话，那么懂事，祖母应该好好的跟你说才是。夫人，这件事是婉儿的错，婉儿跟你道歉，只是阿泽的前程。我本想先安排了哲言，再替你儿子寻一个好前程，没想到你那儿子居然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小贼。恕我不愿意多问。哎呀，金云呐，你可不能不管呐！那梁姑娘可是倩儿的救命恩人呐。咱们侯府要是拿捏人家孤儿寡母，这事要是传出去，那是要被人家笑话的。再说，我们先前讲好了，要让你娘认梁姑娘做女儿的。对，金云呐，你可不能不管呐。哦，对，既然侯府要认亲，那自然要办一个认亲令，到时候我们在大摆上几桌。等到梁姑娘真成了我夫君的妹妹，我这个做嫂子的自然要替梁姑娘的姻缘做打算。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妹妹不是头婚，又育有一子，高门子弟不好找，却能找一个夫人过世的官夫当继室，多相配啊！千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晴天夫人她说我是个寡妇，该去给家中死了妻子的官夫当继室。什么？那之后怎么办了？是老夫人拦着，夫人才没有得逞。千哥哥，我真的好害怕。婉儿，真是委屈你了，你再给我一段时间。今日面圣，梁王已经收了我的礼物了，他应允了我的官职。真的吗？那你以后就不用事事都受制于谢家了。劳你再等一等，等到梁王得势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夫人，照我说，您就不该再管侯府这档子破账，还差个契机，等时机一到，侯府这笔陈年烂账便会爆发了。夫人在算账啊？夫君来的正好，我这有笔账，怎么也算不明白，不如夫君帮我看看。夫人，院里的下人都欺负我，让我干又脏又累的活，我不想刷公桶了。什么叫院子里的下人都欺负你，显得你自己倒是个主子似的。你这小丫头还真是不老实，我这正房妻子还坐在这儿，你就跟我夫君抛媚呀？难不成想许你豆蔻姐姐给世子当通房？没有。谢锦云，紫娟还小，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既没有，为什么在深夜我和夫君谈话的时候，跑过来给我装哭卖惨？为了让世子可怜他呗，我看他平常就偷懒耍滑的，
没想到还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夫人何不趁早把它发卖了，省得以后惹出什么祸事。不行，谢锦云，你要是不喜欢紫鹃，大可以把她送给梁姑娘。哎，不可，这梁姑娘是夫君的救命恩人，我们理应好生相待，怎么能把这种蠢货发配给她？夫君，你说是不是？华西，把这没出息的东西给我带出去，面壁思过。是，还不快走！谢谢，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无情？就算紫鹃是个下人，你也不用如此苛待于她吧？夫君对这丫头格外的心疼，难不成是对她有意思？若是这样，那为妾室也未尝不可。夫人说笑了，我只是看她年纪尚小，觉得可怜罢了，哪能起什么纳妾的心思？怎么演得谢锦云动了纳妾的念头？紫鹃可是我的女儿。夫人小心，我来收拾。既如此，那夫君先回去休息吧。好。夫人，紫鹃那死丫头一定是看世子来了，故意给您打眼药。紫鹃就是看梁婉能够成为侯府嫡女，看她弟弟的地位也在水涨船高，很是羡慕，想借此机会到梁婉那边去吧。看来世子还是想管这个女儿的。就算他把紫鹃要走又如何？不患寡而患不均。紫鹃看他弟弟在侯府里受千人宠万人爱，而自己只能当个打扫的小丫头，难免不会生出嫉妒之心。夫人的意思是，我要让紫鹃亲眼看看她在侯府的处境。祖母，紫鹃怎么说也是我亲生女儿，我实在不忍她在锦云院子里做那些脏活。罢了，只要不影响大局，我去帮你把紫鹃要回来。李妈，你去把夫人叫来。是。哎呦，老夫人，花溪来了。哎呀，老夫人，夫人说她已经吩咐好给梁姑娘拨了处院子，下人还没来得及采买，就把紫鹃带过来，先给梁姑娘用着。哎呦，夫人真是有心了。世子，这是夫人从宫中拿出来的银子，说给您打点公务，就是您省着点用。夫人说府里的公款已经不多了，下人们的月钱她是不能及时发放了。这夫妻本是同体，还说什么省不省的事儿？夫人怎么没来呀？夫人额头上的伤还没好，梁府医正在给夫人换药呢。仙儿，你看锦云操持侯府多不容易，你应该多关心关心才是。好了，保管很快就恢复如旧。到底是太子殿下这么自来熟？因为早就熟了，只是某人忘了而已。不管了，今日我就豁出去一次，看他到底是不是前世的那个人。夫人，世子来了。梁大夫，不知我夫人的伤势如何？梁某以为夫人上过药，很快便可康复。华西，你去送送梁大夫，我有话与夫人要讲。是，梁大夫请。锦云，我有事想跟你商量商量。梁姑娘虽然已经有了院子，但吃穿用度都跟不上，能不能……夫君，今日宫中账上实在吃紧。锦云，梁姑娘怎么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咱们侯府不能失了这个颜面。旁的就先放一放。算计，你还真是沉不住气。那就别怪我借此机会报一报府中的陈年烂仇。好，我明白了。豆蔻，夫人有何事吩咐？没听到世子说什么吗？看看梁姑娘缺什么少什么，一并置办，都要最好的。是。豆蔻姐姐，这叶料这么好看，是给夫人买的吗？这一看就是锦绣坊的料子，名贵着呢，不给夫人穿给谁穿？咱们夫人一向不舍得铺张浪费，哪里舍得穿这么名贵的料子？这自然是送给韶庆楼姓梁的寡妇。豆蔻姐姐，那位可是世子的救命恩人，得罪不起的。我呸！
什么救命恩人啊？我看他就是勾引了世子爷，咱们侯府宫中吃紧，那贱人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不，他教唆世子给他置办了这么多名贵的衣裳和首饰。你们说，咱们侯府都多久没发月银了？那贱人还在这铺张浪费，咱们走吧。好久没发月银了，我就说这月钱怎么拖了6天，原来是给韶庆楼的置办院子去了。对呀，我前几日还听嬷嬷说，侯府最近艰难度日，没成想这钱全花在那位梁姑娘身上了。就算她是世子救命恩人，那也太铺张了吧！你们几个不干活，在这嘀嘀咕咕干什么？李妈，侯府已经拖欠月钱6日了，却还上赶着给韶庆楼大肆采买。奴婢刚刚看见豆蔻姐姐捧着一大堆金银首饰给梁姑娘送去了。你说什么？锦云拖欠下人整整6日的月钱？是啊，老夫月钱一向是老夫人单独给发放，因此夫人没给下人发放月钱，老奴也不知道。今日听丫鬟们议论，似乎对韶庆楼颇有微词呢。再怎么说，梁婉也是作为谦儿的救命恩人，进了侯府。锦云就是为了这事拖欠下人的月钱，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丢的可是我们侯府的脸。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我倒要看看他想干什么。祖母，您先别着急。锦云正好要来和祖母商量此事。这府中中馈向来都是交于你来打理，如今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好，还要麻烦我这个老婆子。夫人，人带来了。锦云，你这是要干什么？祖母，今日宫中实在紧缺，拿不出大家的月俸银子，未免侯府遭受闲言碎语，锦云只好把大家都叫来，咱们当面对对账。这说来也奇怪，之前有好几笔公款不翼而飞了。什么意思啊？夫人是说这府里有人吞了赃款？谁知道呢？这2天天天往韶庆楼搬东西，说不定这侯府的钱就是被那梁姑娘给花完了。够了，锦云，这宫中要是没有钱，你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渡过这难关，何苦为难下人？祖母，锦云实在想不到办法能变出银子。那按照祖母的意思，是想让锦云拿嫁妆给大家发月钱。老夫人，这不合适吧？哪家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会让当家主母拿自己的嫁妆去补贴一府中馈？这说出去啊，怕不是让人笑死了。是。够了，别嚷嚷了。哎呀，娘，我今日上街给阿泽买了套书香斋的文房4宝，足足花了900两呢。婉儿见过老夫人。婉儿给夫人请安。哟，妹妹这一身当真是衬得人比花娇，至少得2000多两银子吧。咱们连月钱都没得发，这位梁姑娘却花了2000两买衣服穿，何止呢？你看她身后的丫鬟，我记得原先是夫人院里刷公桶的，如今打扮得像个娇小姐似的。这位梁姑娘不仅自己要顶好的，还这么抬举下人，真是糟蹋银子，倒叫咱们夫人为难。就是，我这2天给韶庆楼抬东西，抬得我手都麻了，到最后连月钱都没得发。老夫人，这梁姑娘和她丫鬟穿得这么气派，看来这侯府没钱是假的。我们要发月钱，我们要发月钱，我们要发月钱。够了，别嚷嚷了，来人，把这个小贱人的行头给我扒了！你们要干什么？你这个败家玩意，夫人打理侯府不易，你竟敢如此挥霍！我什么我
抬举你是为了泽儿能给侯府一个依靠，也是还你救谦儿的一个恩情。没想到你竟然蹬鼻子上脸，还给这个小贱人置办好的东西，他是你什么人呢？啊！祖母，谦儿，你来的正好。祖母，这是怎么了？谦儿，你来的正好。我问你，锦云给你打点外务的那些银子，你是不是转手都给了这个女人？宫中还缺这点银子吗？侯府家大业大的，没了这几千两，侯府就维持不下去了。这侯府对不上的账有大几万呢。锦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祖母一起来查查，看看这之前的公款都上哪儿去了。那些账都是倩儿没回府的时候拿去接济的，要是被锦云当众查出来，可了不得了。等等，锦云呐，你先随你娘，先把这些下人的月钱发下去。娘，上哪儿去取钱呢？上哪儿取钱？你问我一点。当然从你的库里拿了，等我查证清楚了再还给你。快去！哦，祖母，要不还是现在查吧。若是能找回之前宫中遗失的款项啊，锦云呐，你最近辛苦了，娘和祖母看在眼里，十分心疼啊。这样这个月的月钱娘帮你发了，那查账的事儿让祖母帮你办。那就有劳祖母和娘了。去吧，走吧，去吧，去你！祖母，那谢锦云她掌管一府中馈，这点事儿她都办不好，你为什么向着她呀？我向着她？那宫中亏空，那不都是拿去接济你和这个小贱人？如今你们已经回府，还这么大肆挥霍张扬，你回头把锦云给你那银票都还给他，还有这个小东西。把他安排在我的院子里当个下等的佣人。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少庆楼你不许进半步，把你自己的位置摆好，你听清楚了吗？夫人，刚刚谢家大公子突然给您送了封信。我大哥的信。大哥说南山先生造访谢家。南山先生，那不是夫人您的恩师吗？没错，大哥将哲言的遭遇告诉了他，他愿意收哲言做学生了。这样，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二婶，告诉他我要带哲言去趟谢家。是。哎，花钱了！你看看，你看看，要不是你跟梁婉那个小贱人花钱这么张扬，至于锦云查以前这些破账吗？母亲，老夫人。夫人带着二房出门去了，说是去拜访南山先生。南山先生，那不是皇帝和太子的老师吗？锦云竟有如此人脉。锦云也是南山先生的学生，他这次竟是为哲言才去的。对了，李妈，你赶紧去找谦儿，让他也带着泽儿去终南山一走，拜见南山先生。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查了。锦云拜见恩师。锦云，你长大了。这就是哲言小朋友。哲言，快去向南山先生问好。南山先生好。南山先生，您要不要和哲言单独聊一会儿？行，知道你想同锦云叙旧，去吧。我跟哲言小朋友聊会儿。来，过来。南山先生。大哥，你还在寻找太子殿下的踪迹吗？是啊，太子殿下藏得太深了，大哥苦寻未果。怎么，你有消息？其实我见过太子殿下。你是在哪儿见到他的？太子殿下隐藏身份，想来不想过多人关注到他。如果谢家真的要与太子殿下对话，锦云愿意传达。好，那就请小薇替大哥传个话，据说谢家支持立嫡立长，只是想与太子殿下见个面。
景云，这次多亏了你，南山先生终于愿意收折颜了。夫人小心！没事吧？宋广泽，你打了人还想跑？哎，你个小畜生啊！你也欺人太甚了。走，二婶带你找他们算账去。夫人是对婉儿有什么不满，才如此提防婉儿，把婉儿骗到钟南山上？梁姑娘这话实在可笑。今天是你与我夫君一同出门，什么叫我把你骗去了钟南山？不是你说要去拜访南山先生的吗？怎么我们到了也没见到你的人影？梁姑娘的孽障，刚在门口打了景，你们还想借景云的光去拜访南山先生？景云，此话当真？走。我走。曾祖母，这当然是真的。我和堂婶儿一头回来，宋广泽就想用弹弓打堂婶儿，以前就差点害死我的折颜，现在又来打景云，可见其真是个祸害。这些日子我对阿泽疏于管教，难道阿泽真的如此胆大妄为？阿泽，你看着我，你跟我说实话，不然我就给你卖出府去。天儿，你吓唬孩子做什么？我只不过是打中了花溪，他就是个下人。下人也是人，谁叫你这么做的？是紫娟姐姐告诉我的。夫人不待见我，夫人把我和娘亲骗去终南山，我只是想教训一下夫人。这个下作的小贱人，竟敢把外边那些阿杂的手段拿到府里来陷害夫人！看我今天不乱棍打死你！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狠狠的打！夫人，你饶了我吧！夫人，你消消气，消消气。拖出去！夫人不要！啊！把阿泽和梁姑娘给我带下去，闭门思过。钱哥哥，难道你这就对我心生厌恶了吗？幸亏只是孩童玩耍的弹弓，花溪姑娘这些日子腿上会有些淤青肿痛，过几日便可消了。多谢梁大夫，有空带华西去休息。是。这么着急支开他们，看来夫人有要事要跟我讲。确有一事，不知太子殿下是否愿意同我回堂谢驾？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外面有好几股势力在追寻我的踪迹。谢府向来中立，难道夫人就不怕谢府受我拖累吗？但是太子殿下其实愿意见我大哥的，不是吗？可以见他。殿下回了燕京，没有去找皇太后，偏偏来侯府寻我。这是我大哥的信，请太子一看。多谢夫人好意。等我回去，再配些治疗头疾的药，届时再登府为老夫人治病。不过，我来找你，并非是为了接近谢府。什么？要联络谢家，我有100种方式。我来侯府，只是为了看你过得好不好，锦云。我来侯府，只是为了看你过得好不好，锦云。他喊了我的名字。夫人，夫人，夫人，老夫人把紫鹃扔到咱们院子里，说是随夫人教训，只要您开心就好。你个脏贱蹄子，小小年纪不学好，还学会害我们夫人了，活该被打。紫鹃，你原先不想在我院子里刷公桶，以为去了梁婉那里可以过得更好。现如今，你再看看，为何动手伤人的是宋广泽，而被打的却是你？不会的，我娘不会不管我的。夫人，这么好的东西你哪里来的？该不会是偷我们夫人的吧？不是，那是我娘给我保平安的，你还给我。拿个玉章保平安？你骗鬼呢！这张看着很像我恩师南山先生，
丢失的祖传之物怎么会在子君手里？子君，你老实告诉我，这玉章哪来的？我说的都是真的，这是我娘给我的，我没有偷东西。想必他也不知这是从哪里来的。看来此事还得从梁婉身上入手。这看着倒是个名物。我的恩师南山先生平时也爱收集名章，常为此一掷千金。不过君子不夺人所好，还是还给你吧。要我说，夫人你真是太心善了。但这小贱蹄子该如何处置？叫人抬回老夫人那。是。阿泽为什么会打锦云？爹，不关娘亲的事，我就是不喜欢夫人。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了你的姐姐？千哥哥，你不要好孩子呀！阿泽变成这样都是你教的。阿泽，必须跟我去玉斐阁给夫人道歉。我不想去。就你个贱蹄子，还教唆梁姑娘那个贱种陷害夫人，没打死你都算轻的了。就是，你还想巴结上那个贱种，衣食无忧不成？我告诉你，等世子和夫人生了亲生儿子，看看世子还会不会理那个姓梁的。子君，娘，我不想当丫鬟了，我也想像弟弟一样在侯府做小姐。娘如果认了你，你弟弟的前程就毁了。现如今，我和你还需要仰仗你弟弟。可若是夫人和爹生了嫡子，还有弟弟的前程吗？刚才那两个丫鬟说，爹带着弟弟讨好夫人去了。不想去。夫人掌握着你的未来，你必须去。你爹他是为了你弟弟的前程，你不用担心。好孩子，娘带你回少卿楼养伤，老夫人那儿我让你爹去说。快走。阿泽，给夫人道歉。夫人，对不起。你给我道什么歉？你打的是花溪。花溪在哪儿呢？让他给花溪道个歉。这花溪不过就是个下人，可担不起你这样的小少爷的道歉。你还是省省吧。锦云，我多年在外，对孩子疏于管教，他确实得找个先生好好管管他。锦云，你看能不能在南山先生？我已经送了2个孩子去恩师那，再开口恐怕不妥。明日我就会带着折颜正式拜师。不过恩师平时酷爱古玉名章，夫君不如从这方面再想想门道。若梁婉真活得出去，把那玉章拿给恩师一看，或许他会认得。千哥哥，夫人她原谅阿泽了吗？我宋家是将军世家，从未在古玩方面有过研究。找教书先生也是，还是另想办法吧。我明日要去梁王那里上任，等我根基稳定，再替阿泽寻找老师。时间不早了，你歇着吧。阿泽，你告诉娘，今日爹爹跟夫人都说了什么？夫人虽然看起来有一些严厉，但爹爹都听夫人的话。夫人说什么，爹爹就做什么。你说什么？爹爹他什么都听那个谢景云的。娘，疼。娘亲，爹爹是不是准备和夫人生嫡子，然后不要我和弟弟了？不会的，你爹爹他不会不要我们的。娘，夫人说明日就要带折颜去拜师，还说南山先生喜欢古玉名章，但是爹爹好像对这东西不感兴趣。古玉名章？是的，夫人今天看我带着这个章，也提了一句，如果把这个章送给南山先生，他是不是就会收弟弟做学生了？这是当年我梁府被抄家，爹让我随身携带的东西。爹说到了西关，然后把它交给一位大人物，想来是好东西。待娘亲用这个给你弟弟换一个好前程，你的爹爹就会回到我们身边。夫人，你先带折颜去拜师，梁府仪顺便去给祖母瞧瞧，
我去就任了。夫君一路平安。去。钱哥哥，你明知他带着折颜去拜师，却不告诉我，你果然将心偏向谢景云。走，我们去谢府。老夫人就是忧虑过度，引发头疾，待我过后施针几次，再用些涂抹的膏药，便可痊愈。好，有劳梁大夫了。我近几日也有些身体不适，想请梁大夫瞧瞧，请随我这边来。好，请。娘，那我去拜访一下恩师。老师，我带折颜来了。这是我二婶特别准备的拜师礼，等今日正式拜师之后，折颜就随您入沈园读书了。太客气了，这孩子乖巧。老先生，门外有一位年轻的妇人，带着一个孩子，说听闻先生喜欢收集古玉名章，说是想要把这份礼物送给先生。年轻的妇人。老师有什么不妥吗？报官，快去报官！世子不好了，您快去顺天府尹看看吧，梁小姐她闯大祸了。住手！是夫人报的官。啊！当下何人？帮我顺天府尹。昌大人，我乃永宁侯府世子宋谦，敢问大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让您对他施以重刑？他就是那个死而复生的永宁侯府世子。你是他何人？他是我侯府的远房亲戚。那你可否知道，他偷盗了南山先生的祖传之物？我没有，我是被夫人陷害的。夫人，你为何要陷害我？金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偷盗古物？是我一眼认出那枚玉章是我家祖传无二的古章，可在50年前它丢失了。先生，您也说了是在50年前丢失，那您凭什么认定他是盗贼？他现在才20多岁。因为他拒不供出玉章由来，有包庇之嫌。那玉章是爹给我的，说是说出来，岂不是变成了我梁家偷盗古物？我得想想办法。大人，我真的是被诬陷的。大胆刁民，还敢狡辩！来呀，再打20大板！大人，我说，是我院里的一个丫鬟，为了讨好主子赠予我的。那丫鬟是何人？是叫紫娟。来人，去永宁侯府捉拿紫娟。是。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走，放开我！你疯了？那是我们的女儿。千哥哥，我只是中心之下一时糊涂，胡乱说了个名字，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的女儿啊！知不知道，今日的事情若是传出去，丢的是我们永宁侯府的脸。你不在府里安生待着，非要去周人的谢景云。我是听夫人说，那台神先生喜欢古章，我才带了章，想要去献给他。谁知道，我不知道那章竟是盗来的呀！千哥哥，我只是为了阿泽的前程啊！难道他因为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挨罚，嫌弃我吗？千哥哥，我只有你跟阿泽了。如果连你都厌弃我的话，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千哥哥，你放心，今日我被打败之时，特意弄乱了头发，遮住了面目，无人知晓我的模样。
你又说我是你的远房亲戚，待过几日，侯府认亲之时，我好好的站在众人面前。你再说已经把远房亲戚送走了，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的。此事让我考虑考虑。我先去看紫娟怎么样。千哥哥，世子，打探到紫娟的消息了。回世子，夫人出面把紫娟接回来了。夫人出面？好，我知道了，记住了，今日的事情不能让老夫人和太太知道。是，小的知道了。既然是谢景云亲自报的官，他为何愿意管紫娟？不行，我得去问个明白。谢景云，你大张旗鼓的报官，又完好无损的把紫娟带回来，你为的只是让侯府丢脸吗？爹爹，原来你在乎只有侯府的声誉，却不管我的死活。紫娟无罪，恩师报官只是为了查明真相。紫娟说那张是她爹娘留给她的，而她爹娘早死，夫君只着急的去照顾梁姑娘，对这孩子的死活丝毫没有在意。恩师不愿看孩子受刑，便说罪不殃及后代，便宽恕了他。你既然知道那张的事，为何不私下解决啊？认出张的是我恩师，他老人家的父亲曾为了那张失去性命，你却让我私下解决。紫娟，我怜你年幼，今日破例放你出府，你可愿意？奴婢感激夫人出手相救，愿留在侯府，为侯府当牛做马，报答夫人的恩情。谢景元，我以后不希望再发生此类的事情。紫娟是老夫人院里的，我带回去。夫君请便。走。夫人为何要救紫娟？她可是梁婉那个贱人的女儿。多谢夫人救我一命，往后夫人就是我的再生父母，紫娟誓死为夫人效命。当他亲娘把他推出去背锅那一刻，仇恨就已经在心里生根发芽了。紫娟那个死丫头跑哪儿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回祖母，是孙儿把她带回绍兴楼了。我实在不忍心，她那么小个孩子还要去做工啊。你们好自为之。要是因为她惹怒锦云不高兴，坏了泽儿的前途，我会让她吃不了兜着走。对了，泽儿的学业你打算怎么办？祖母，我想早一些办认亲宴，这样可以给泽儿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顺便能在认亲宴上替他物色一个优秀的老师。凭什么只给弟弟名正言顺的身份？我受那么多苦，只是为了给他铺路，我好恨你们！给夫人请安。多谢你啊，我祖母的头疾已经好很多了。为夫人分忧，分内之事。梁大夫，我想问问，你这里有没有止痛的药，不伤身体的？不伤身的止疼药根本不存在。不过，在下这里倒是有一种药，一粒可维持1到2个时辰。不过此药的副作用还不好说，目前没在人的身上试用过。才1、2个时辰，还有副作用？可是也没别的办法了，人亲迫在眉睫。梁大夫，您先给我吧，我会酌情考虑。世子，还是谨慎。谢谢大夫。花溪，跟上世子，看他把药给谁。是。夫人还真是不见外，明目张胆的监视夫君。哪有太子殿下厉害，直接给世子投毒。我给你夫君下毒，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担心？还是说，你已经不想跟他过了，只是不方便与他摊牌，只待我这场东风呢？紫娟，过来。紫娟，这是止疼药，一粒药效只有1、2个时辰，到时候认亲宴的时候拿给你娘吃，不过千万别吃多了，有副作用。
我还有事，你先乖乖回绍兴楼，照顾你娘吧。你们害得我好苦，还想安安心心办这场宴会？哼！太子殿下，是不是太冒昧了些？好了，说正事，你就不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帮你？你怎么帮我？前几日我与你大哥在谢府交谈甚欢，你替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大哥，然后在认亲宴上邀请萧家的人过来，我就帮你。里面请。里面请。婉婉，自从上次一别，都没有好的机会聊聊天，今晚一定要好好聊聊。婉婉，你大哥在路上了吗？我大哥也是在西关战场上回来的，且我萧家又是先皇后的娘家，皇上对我们忌惮得很。我让他乔装打扮了一番，从后门进来，到时候你大哥会去接他，那就好。此事事关重要，我待会儿带你们去见一个重要的人。梁大夫，夫人，华西，带梁大夫进屋喝口茶。奴婢明白，请。不知这位兄台贵姓？毒入经脉，穴位不通，导致你积劳成疾，无法行走。我大哥他深受毒发折磨，大夫请了好几波也不见好。太子殿下，您的意思是说，有望治好我大哥的腿疾？婉婉，今日太子殿下会见你大哥，定是有要事想谈。我们先出去，让他们好好谈谈。大哥，你也出去。殿下，你说，我萧家手上本有一只先皇留下来的精锐，誓死效忠您，只是之前怎么也找不到您的行踪，没想到在这儿。快请进。锦云啊，前2日我听顺天府尹昌大人的夫人讲，你和你恩师为了一幅画，把一妇人给告了，说是呀屁股都打烂了，这是真的？是呀是呀，据说还惊动了世子，她是不是你婆婆亲人要认的女儿呀？宴会上已经谣言四起了，婉儿怎么还没出？紫娟，梁姑娘呢？梁姑娘说她疼得太厉害，一时来不了。什么？快带我去看看。华西，跟上世子，看看他是怎么挽回局面。是。主子，宋谦那边情况怎么样？简直不用我出手，那姓梁的女人不知道有什么魅力，竟引得宋谦抛下宴会去看她。好，接下来按计划行事。一会儿，你先这样。哎，华西，谦儿这是去哪儿啊？宴会快开始了，世子估计是要去请梁姑娘。景云给这贱人办认亲宴已经够给他面子了，他还敢拿桥？老娘倒是要看看这个姓梁的贱人到底耍什么花样。走。好热啊！谦哥哥，婉儿，你怎么了？我好热，你抱抱我。谦哥哥，我好热。
这是什么味道？头好晕。你们，哎呀！是老夫人，不好了，世子出事了！这认亲大喜的日子，你说什么胡话？老太太，您快去瞧瞧吧，世子和梁姑娘偷情，被人瞧见了。这人呐，现在都跑到绍兴楼去了。你说什么？老夫人，现在要不走啊！这回当初嫁进侯府，守了足足7年寡，里里外外操持侯府，你从前却一回来就敢偷情！别打了！景云，还不赶快叫你大哥住手！就算是我儿对那梁姑娘有意思又如何？你出去打听打听，谁家夫人不让自己夫君纳妾呀？张氏，你也欺人太甚了！夫人这些年为了侯府呕心沥血，用自己的嫁妆供侯府奢靡开支，世子在外面却早有了别的女人。您说这话是不是也太没良心了？好你个小贱丫头，主子的事儿你也敢插嘴？夫君与人私通被我看见，婆母要是觉得此事光彩，您尽管他，反正这永宁侯府的名声算是栽在他手里。小妹，大哥这就带你离开侯府，这宋家的宗父，咱们不做也罢。大哥，若我今日为此事踏出侯府，明日便要被他们编排谢家女善妒，不许丈夫纳妾，为这么一群白眼狼毁了谢家的门风，不值。婆母，今日景云便问您一句，您究竟是要认亲，还是要替我夫君纳妾？景云，此事不宜声张，我们容后再议啊！我再问一句，是认亲还是纳妾？这都叫什么事儿？侯府连个脸面都不要了，许家为了一个外人欺负正妻。就是呀，世子跟刚认的义妹滚上了床，这不是乱伦吗？好，既然婆母做不了主，我便替夫君做主，纳妾。豆蔻是世子通房，又服侍我良久，今日正好借此机会，抬豆蔻为良妾，为侯府开枝散叶。梁姑娘是死了丈夫的寡妇，又带着一个孩子投奔我侯府，如今又在认亲宴上与我夫君私通苟合，为人不耻，就做个贱妾好了。谢景云，你到底在胡说什么？诸位，我谢景云实在难料，今日好好的认亲宴，竟成了这副模样。如今梁氏已成贱妾，这认亲便没有必要了，就当请大家吃顿便饭。都怪你这个小贱人，你毁了千儿，我要你的狗命！娘，够了！千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今日认亲宴，我们是借着谢家的名声，才请来这么多名门权贵，都被这个小贱人给毁了。你让泽儿日后怎么办？老太太叫夫人和世子去一趟慈松堂。娘，你先过去，我过会儿再去给祖母请安。千哥哥，千哥哥，我们现在就告诉他们，我们是冤枉的。冤枉？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在认亲宴这种节骨眼上，让我来你房中做这种不狗之事啊？婉儿冤枉，婉儿当时头脑昏迷，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今日之事正合了夫人的意，一定是夫人想害我。谢景云，婉儿再怎么蠢，也不会在今日做出如此糊涂之事啊！你先好好养生，我倒要看看他做出这种自损脸面的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娘娘，
祖母，您要打要骂都成，切莫为了我这个不孝子孙伤了身体。晴儿，你好糊涂啊！这件事搞得让整个燕京城人都知道了，你呀！祖母，既然事已至此，倒也名正言顺了。我只需要寻找一个机会，抬婉儿为良妾。你说什么？你还想要这个女人？祖母娘，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关乎阿泽的前程，怎么可能是婉儿自愿为之？既然有人想要侯府永无宁日，那我偏要抬举婉儿，让婉儿风风光光的给他瞧瞧，我宋谦绝不是好惹之人。夫人，今日之事也算看清了世子的真面目，您别太伤心。之前太子殿下说帮我，难道今日之事是他的手笔？不行，我得问问他。华熙，帮我研墨，我要写封信。是。谢景云，今日之事真的是你做的吗？世子。你先下去吧，我和夫人有事要谈的。是。谢景云，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今日之事是不是你有意为之？夫君何出此言？我是闲得没边了，给自己触眉头吗？我倒还想问问夫君，是不是生怕今日这场认亲宴将梁氏认成了妹妹，日后无法地久天长呢？好，就算不是你有意为之，你身为我的正妻，方外人进内院，辱我侯府清誉，还借机将婉儿贬成贱妾，难道你就没有错吗？啊！我念你操持侯府多年，有功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不过你必须要封住外面那些流言蜚语，因为我还是相敬如宾的夫妻。好啊，这事好办。夫君只需处死梁氏，杀人灭口，这样流言蜚语自然会迎刃而解。你胡说什么？婉儿好歹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夫君如此袒护梁氏，难道是因为当时夫君没上战场，就是因为和梁氏私会，所以夫君总说梁氏救过你的命？谢景云怎会知道此事？倘若夫君身正，又如何会被孙大娘在宴会上抓住把柄？倘若夫君不贪图我谢家人脉，广邀宾客，又如何会将丑事传得沸沸扬扬？倘若夫君识大体，又如何会干预我身为侯门宗父为夫纳妾的权利？就算是这样的，那你为什么处处为难婉儿，还借机贬她为贱妾？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夫君与那贱妾私通的时候，可与我商量过吗？够了，谢景远，别太欺人太甚了。我劝夫君好好想想，要么处死梁氏，要么与我一张和离书，咱俩好聚好散。和离？不可能，你想都不要想。夫人，今日事情繁多，没来得及好好安顿。日后你就住进韶庆楼，与梁氏住在一起。我会按照侯府妾室的规矩，给你拨几个丫头。夫人，豆蔻清楚自己的位置，如今之事皆因那个梁氏而起，豆蔻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去吧。夫人，你还好吗？我没事。华熙，明日把这封信交给杨府。是。秦云他还真是心窍玲珑，一下子就猜出宴会上的事是我干的。可惜宋谦的小子不同意和他和离，我扒房顶上听到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再帮他一把。你们是谁？住手！我可是有。这是谁干的呀？晴儿，你有没有看清楚这些人长得什么样子啊？月月风高，孙儿没看见。
我可怜的儿啊，究竟是谁下这样的毒手？娘，祖母，谢景云，他想与我和离。你说什么？莫非是谢家人干的？他想让千儿跟他谢景云和离？我听闻夫君被打了，好意来看我，怎么一进门就听到祖母诋毁我谢家？千儿昨晚外出，被人蒙着头打了一顿，难道不是你大哥派人干的？报官了吗？你说什么？夫君无缘无故被人打了，自然是要报官查明真相。我昨夜是去与梁王见面，梁王本就因认亲宴一事对我颇为不满，至此动身之凶，可千万不能报官。千儿这种表情也是有难言之隐，这是家丑，家丑你懂不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拿去报官呢？既然祖母没有报官，又平白无故的污蔑我大哥的声誉，那我偏要报官。快拦住他！不好了，不好了！华府的人把侯府给围起来了。母亲，你怎么能报官呢？你这不是在害千儿吗？老夫人，这一没偷二没抢的，官府不过是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又怎么能说是害了世子？梁府医，谁让你来慈松堂的？难不成是他报的官？夫君不是病了吗？是我派人请梁府医过来给夫君瞧瞧。谢景云，昨天我们就已经撕破脸了，用不着你假惺惺。本府接到有人报官，说是世子昨夜在巷子里被神秘人痛殴，本官特来查明真相。昌大人，您来的正好。夫君近日因新收的贱妾与我有些隔阂，怀疑此次事件系我兄长所为。景云不愿见兄长受此污蔑，还请昌大人快快查出真凶的好。谢景云怎么下手这么快？不行，与梁王死会一事，万不能走漏风声。哎，昌大人，昌大人，昨夜是我喝多酒了，故意摔的，与其他人没有一点关系。怎么是摔的？你不是……昌大人，我近日与夫人有些隔阂，昨夜买醉喝酒无意摔的。祖母和母亲太过于心疼我，所以才会责怪夫人。对，常大人，你看千儿已经把事情解释清楚了，我看这件事就不必再查了。李妈，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请常大人进客厅吃茶。吃什么茶？本官此番前来，可是受上面托付。世子，跟我们走一趟吧。主子，您这么快就出来了？办完这件事，就可以回宫觐见皇祖。对了，你帮我安排一个人，全回到他那边去，再去那边。知道。夫人，我打听清楚了，昨天世子似乎是去见了梁王，回来的时候还被几个蒙面的黑衣人给打了一顿。这宋谦真大胆，居然敢勾结梁王！夫人，这些都是梁溥仪告诉奴婢的。梁溥仪还让奴婢把这封信和这个匣子转交给您。梁溥仪还说是他找人做的世子。夫人，那华熙就先退下了。这小丫头。谢云，见字如晤。你读此信时，我已与皇祖母的人取得了联系，踏上了回宫的路。一直以来，我都当你与宋谦是真心相爱，故不敢将关系挑明。今即见你在侯府受了诸多委屈，实在忍不住想教训那小子。鲁莽之处，望你海涵。我猜你已知晓了宋谦的真实面目，也一定想与他和离。而我回宫，一为夺嫡大计，二为来日有能力助你脱离侯府。假使你问我为什么要帮你，就打开匣子看看。眉目间沉重哭泣，指尖的瞬息，使得你一看泪滴。
谢谢小哥哥刚刚救了我，我把这个送给你，长大记得要来找我哦。我可能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等我回来就去找你。哇，小哥哥，你是要领兵打仗吗？你肯定是哪个侯门世家的小将军。顾长，真的是小时候你跟我说你要去很远的地方，我从未想过你居然去了敌国当质子。都怪梁婉这个小贱蹄子，锦瑜怎么会如此？如今世子又被官府的人带走了，要是锦瑜寒了心，不管我们侯府，那老氏可怎么活呀？老夫人，老奴今日托人打听了，要是能有80万两白银打点昌大人，兴许能将世子先赎出来。80万两，我上哪儿去拿呀？哎呀，锦云来啦！锦云呐，你看千儿被官府带走了，我找你们来，是想一同想想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还不是得等官府的人查吗？你大嫂身体不好，她来不了，你们两个就想想办法吧，凑够那80万，打点昌大人，去救济千儿。什么？让我们出银子？难怪大嫂装晕呢。哎呀，那不行，哎呀，我也有点晕。没事，别打岔了。你快从库房拿出些银子救你夫君。祖母，此案尚未查明，您心虚是还想要我的嫁妆？这侯府有难，你就先垫上吧，这日后祖母会还给你的。祖母，我可以拿出80万，不用你还我。80万换一张和离书。夫人，你怎么？娘，您是疯了吗？你让锦云拿80万去救千儿，去容忍一个贱妾，给我们侯府丢人。要我说，就把这个贱妾卖到窑子去，先安抚好我们锦云再说。够了，这好好的，怎么又谈到和离了？我们侯府是没有和离妇，这个你是知道的。哼，卫士，我找你来不是找茬的，你也想想办法，凑够那80万，救我的千儿。娘，你脸呢？当初千儿在外面领出个野孩子，差点把我孙子害死，现在还想让我去救他？反了你了啊！反了！你们二房能用今天，全看我们侯府。这件事你要是不管，你就给我滚出侯府，别在我这赖着，分家吧！我这就带着我的折颜出府去。将来我孙儿要是有了出息，还请您老人家不要舔着个大脸来找我们。呸！二婶，老夫人，我有办法凑够那80万，营救世子。我有一丫鬟出去采买之时，遇到一个外地商贾，高价买妻，商户之人，自然想与书香门第结亲。现如今夫人不愿意救千哥哥，婉儿也不想千哥哥出事，迫不得已之下，只能想到骗婚的法子。你是说，先租个院子，然后装作书香门第，骗过商户，然后再一把火烧干净？哎呀，老夫人，只要我们拿了钱就消失，他自然不会想到是我们所为。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你去找张氏一同商量此事。如果这件事成了，我会想办法抬举你在侯府的位置。去吧。是。夫人，紫娟来了。夫人，紫娟前来是有事要禀告。梁氏打算与大太太合谋去骗婚，好换一笔钱去营救世子。奴婢不知这要传出去，会不会影响侯府的声誉，对夫人不利？老夫人宁愿想这种法子，也不给我合理说，弄不好还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难为你替我考虑，这件事我会去查清楚的。你先下去吧。要不要奴婢去打听一下？你去盯着太太和梁氏，有消息了告诉我。是。有他的消息吗？世子不是被您安排的人抓住了，现在谢姑娘不愿意往出拿钱，侯府上下急了乱窜，正想办法筹那80万呢。上次让你安排的商人，安排的怎么样？早就妥了。不过主子，您为什么那么肯定宋老夫人会上当？值此危急关头，侯府钟馗都在锦云手里攥着。这宋老夫人虽然有些私放，不过80万两却不是个小数。那倒是。但您为什么执意要扳倒宋家？难道只是为了谢姑娘？锦云只是其一。我从萧文柏那里得知，这宋谦居然是个逃兵。夫人，大夫人动作真快，奴婢刚去看，他们就叫马车动身了。这么迫不及待，走，我们也去看看。是。夫人，在那。是你？多日不见，你就对我说这个？他怎么在这儿？难不成那商人是他安排的？我对姑娘一见如故，不知姑娘对我印象如何？等我狠狠卷他一笔钱财，解了谦哥哥的危难，老夫人就会重视我。奴家见公子也很是面善，看来周公子和小女十分投缘呐。那咱们谈谈聘礼如何？大娘放心，80万聘金一分不少。过几日我便安排下人给您送到府上。好，好，好。等到聘金一到位，我立刻请人择良辰吉日为你俩。那个周公子不会是你请来的吧？来喝。看来夫人对我甚是了解，那你可知道我的良苦用心？良苦用心，他给了梁氏80万，我还怎么向老夫人要那合理数？张氏和那个女人骗了婚之后，自然不敢轻易抛头露面。你只需在侯府安排场宴会，届时会让周兄亲自登门，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宴会上人多势众，只要这侯府骗婚的幌子一旦坐实，定会闹得满城风雨。正是，届时本宫也会亲临侯府为你撑腰，总比你孤立无援的好。那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吗？别着急谢我，等你真正拿到合理数之后，再好好谢谢我。娘，怎么样了？钱收到了。娘放心，80万都到了。那姓周的还额外多给20万，说让咱们置办婚宴。你瞧瞧这礼单，真没想到这小贱蹄子这么值钱。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赶紧拿上钱去赎倩儿。到了晚上，你叫一些人把那宅子给烧了，千万不能让人知道这个贱人是怎么狐狸奸险。快去！夫人，奴婢看见世子回府了。老夫人动作还挺快，你去提点一下豆蔻，他知道该怎么做。是。老太太，夫人，世子回来了。世子好生歇着，我二人先告退了。谢锦云，你害得我好惨。倩儿，你应该沉得住气。我们侯府的前途还是要靠锦云的。他为梁氏恼你，你更应该好好的安抚他。祖母决定要办一场家宴，我要好好的补偿谢锦云。是啊，倩儿，这次得听你祖母的，你得抓紧时间，赶紧和锦云同房啊。祖母还要让爹爹与夫人圆房，不行，我要告诉我娘去。是，孩儿记下来。妾身见过世子。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妾身有事要禀。前几日妾身无意中撞见了梁姑娘与别的男人相会，思来想去，实在是不敢隐瞒。
娘亲，我刚刚偷偷进了曾祖母的院子里，听见他们还是说要让爹爹跟夫人生孩子，还说要办家宴补偿夫人。什么？这次营救事情明明就是我的功劳，老夫人竟然还想去讨好谢景元。娘亲，要不要我跳一次湖，这样就可以留住爹爹了？梁婉，你怕不是疯了吧？你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孩子的安危？看看你都把阿泽教成什么样了！谢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害怕失去你。一个谢景就已经够让我恼火了，现在你也给我添乱。你要是不会带孩子，以后就别带了。德浩，把阿泽抱走，我放你屋里养。是。你走开！我不要你，我要娘亲！哎呦！好你个狐狸精！你想勾引我千哥哥，还想带走我的孩子！娘，少景楼打起来了，倩儿发了好大的脾气啊！梁氏这个小贱蹄子，他怎么招惹倩儿了？说是为了阻止倩儿圆房，竟然将泽儿跳湖。这个小贱蹄子，他疯了！是啊，娘，当初我们还说找机会提他的位分，可这个目光短浅的货色，他只会祸害倩儿。等等，有了这件事，倒是能让倩儿看清楚这个小贱蹄子恶毒的一面，之后就会慢慢的疏远他。这样，你现在就去把那个小贱人锁了。不过你要好好的安抚泽儿，倩儿对他失去了耐性，咱们再处置他那也不迟。夫人，果然不出您所料，大夫人下命令去烧宅子了。我知道。对了，你说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办个家宴呢？夫人您真是瞌睡来了玉枕头。我听说啊，老夫人觉得夫人您7年前是抱着世子的牌位拜的亲，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呢。现在啊，正打算为您补办一场家宴呢。看来是把梁氏卖了个好价钱。华熙，把这封信交给梁府尹，他现在是太子殿下。你们让开！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我是要找千哥哥，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行，还想阻拦世子与夫人的好事，世子早厌烦你了。我呸！世子昨晚在窦氏那儿睡下，等过2天家宴一办，世子和夫人圆了房，你就等着失宠吧。宅子的事情处理清楚了，都处理好了，娘您就放心吧。几日后就是家宴了，你要看好那个小贱蹄子，别让他出来捣乱。给祖母和娘请安。哎呦，锦云来了，快坐，跟祖母一起吃个早餐吧。锦云呐，我和你祖母想了想，觉得之前梁氏那个小贱人对你大不敬，我们把他给锁起来了。侯府之后再为你和谦儿补办一场家宴，你们小两口以后和和美美过日子，那该多好呀！老夫人出大事了，梁氏不见了。你说什么？梁氏那个小贱蹄子竟如此不安分！来人！娘，发生什么事了？夫君，你来的正好。梁氏不知为何突然不见了踪迹，现如今也不知去哪儿了。他能跑哪儿去？我听说外面有个姓周的商户被骗昏了，还报了官。现如今梁氏又失踪了，这是巧合，这完全是巧合嘛！对对对，这全都是巧合。娘现在就去把那个小贱蹄子抓回来。锦云，你别操心啊！快，加派人手，千万别让他破坏3日后的家宴！快去！欢迎欢迎！恭喜恭喜啊！恭喜什么呀？恭喜侯府的女儿出阁啊！胡说什么？今日是替锦云和谦儿办的家宴。那外面怎么有仪仗队说是来迎娶侯府的姑娘？胡说！我们侯府哪有什么姑娘？
大娘，那日我听闻宅子被烧了，还以为是骗婚的，没想到错怪您了。娘，这怎么回事啊？你休要乱攀咬，我不认识你。张大娘怕是记性不好，怎么能认错呢？那日就是你家梁姑娘许配给我的呀。太子殿下到。周兄，恭喜恭喜啊！你不是说你要娶的姑娘在侯府吗？这新娘她人呢？太子殿下，今日是我宋谢两家的家宴，周兄娶亲，怕不是走错门了吧？不可能，那日张大娘在饭馆亲口跟我讲，要将她女儿许配给我。我今日此来，就是为了迎娶梁姑娘的。什么？周公子，莫不是搞错了？她可不是什么姑娘，她是我们永宁侯府的贱妾。哎呀，周公子，我们永宁侯府哪来出嫁的姑娘啊？您还是请回吧。张大娘，那日我们可是写的明明白白，只要我周某拿出了80万，你就将女儿嫁给我。诸位，大家都来评评理，这可是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了？我不认识你，谁给你写的聘书？你找谁去啊？你讹人还讹到我们永宁侯府头上了。这聘书上写的的确是梁姑娘的生辰八字。娘，你看这字迹，好像真是你的。不是我。哎呦，锦云呐，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污蔑你娘呢？谢锦云，怕不是外人诬陷我们侯府。宋谦，怎么你侯府连个家宴都办不好啊？屡屡出事。大哥，是有外人寻衅挑事，我这就派人把他赶出去。来人，我看谁敢！周兄乃是本宫的好友，你们想要以下犯上吗？劳烦太子殿下为我做主。那日是梁姑娘亲口跟我说要嫁给我的，今日不知怎么就变成他们侯府的贱妾了。他人呢？我要跟他当面对质。我们侯府没有姓梁的。周公子，我知道你说的梁姑娘在哪儿。你个死丫头，你上来干什么？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快把她拖下去！且慢，事关我侯府的声誉，这样不清不楚的，岂不是让闲人说了闲话？娘，你要是心里无愧的话，就算把梁姑娘叫出来，又有何妨？哎呀，夫人，梁氏在药房。来人，去药房里把梁姑娘给我带出来。是。放开我！放开我！没错，就是他。太子殿下，就是他当时亲口说要嫁给我的。完了，这该死的贱人！不行，我绝不能让此事毁了我谦儿的前程。梁氏，是不是你这个贱蹄子不安分，跑出去勾引别人？周公子，实在抱歉了，是我们侯府管教不严，我马上就找人把这个贱蹄子乱棍打死。谦哥哥，谦哥哥，我没有对不起你。那人家为什么找你？还有那80万的事是怎么回事？钱呢？你这个贱人，干出这种恬不知耻的事情！来人，给我拉出去，打死！不，放开我！放开我！别打我娘！别打我娘！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是不是都要逼我，想借机打死我？阿泽，你快救救娘！快告诉夫人，你爹是谁？快告诉夫人，你爹是谁？夫人，我娘不是死了丈夫的寡妇，世子就是我的亲生爹爹。什么？这小丫头就是谦儿的？不是我，他胡说。拿起来！别打我孙子！你孩子都这么大了，还遮遮掩掩，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谢大公子，是误会，是误会啊！误会什么？宋谦既然已与别的女人结盟，为何你们宋家还要当初逼娶我小妹？哎呀，那是因为谦儿她失忆了，那梁氏又救了她，她才与梁氏结缘。不过等谦儿她想起来自己的身份，我们便与梁氏赶回燕京，好把他的孩子撒到我的院子，让他过继给我，好给他的孩子找一个嫡长子的身份，将来顺理成章享我谢家人脉，图将来继。哎呦，锦云，世子与梁氏恩爱有加，
而对我没有半分情意。等着孩子长大了，想让他的母亲在众人面前有立足之地，必然会加害于我，否则这梁氏只会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妾。金云，不是这样的，我们侯府怎么会宠妾灭妻呢？事已至此，这还重要吗？既然木已成舟，世子与梁氏恩爱有加，又育有一子，那便请予我一张和离书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孩子都生了，欺骗我妹妹这么久，你们宋家是不是欺负我妹妹无人出头啊？宋谦，当年战场上的事儿你心知肚明，你要是不想让我说出些难听的话来，就赶紧写和离书。我与梁王的大计就在眼前，倘若梁王失政，战场上的事都好说；可若此时与谢景云和离，就功亏一篑了。我宋家就没有和离这事儿。大哥，你要是想强行带走景云的话，那我只能给他一封休书。宋谦，你莫不是忘了，你这贱妾刚刚还想骗婚于我周兄。既然这永宁侯府不肯放我，那我还是宋家宗府。这宋家贱妾骗婚，周公子，您打算怎么处置？报官，我要报官。好，今日太子殿下和燕京的诸位大家都在，我必然会给周公子一个公道。来人，报官！不必了，我刚刚与周兄一起前来的时候，已经请了昌大人，只是没想到这喜事变成了升堂，这昌大人已在门外恭候多时。什么？昌大人下手极狠，如今又有太子撑腰，岂不是真要打死我？不，太子，我承，我全承。周公子，你的那些钱是宋老夫人和太太逼着我要的。你个小贱蹄子，在胡说什么呀？钱哥哥，因为你在牢里，侯府拿不出银子，所以你就在心里打定主意，让我当这个冤大头。好，真好。宋老婆子，你们宋家如此戏谑于我，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今日你们若是不把我送出去的银两双倍还给我，我让你们吃牢饭。老夫人，宋谦，我还知道你在战场上的另一个秘密，你当年不只是一个逃兵，还想通敌叛国。你若不想太难看待，最好顺着本宫给你的台阶下来。谢金云，难道这一切都是你跟太子殿下串通好的？你和他到底有何奸情？谢景云，是不是只要我写了和离书，你就能放过我们宋家？一封和离书，我帮你摆平侯府骗婚一事。好，极好，拿纸笔。谢景云，你这毒妇，这笔仇我宋谦迟早要报。周公子，明日景云便会把骗婚之钱双倍奉还。谢姑娘，我与太子殿下情谊非常，这笔钱就祝贺谢姑娘得偿所愿，脱离苦海了。小妹，走，大哥这就带你回家。等等，你这个毒妇，你敢毁我倩儿的前程，老身与你同归于尽！大胆！侯府也伤害本太子，还意图造反！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拿下！梁王殿下到。